皇族内阁，还有一个更难的封号庆记股份有限公司。易匡很懂享受人生啊，他生平最爱除了赚钱之外呢，就是开 party。易匡有多贪呢？party 一开，就大家来啊，来的干嘛呢？进门要付钱啊！易匡家里面呢就摆了4个大缸，就根据你给的金额多少，就放在不同的地方。清朝很多人都会贪污受贿，就比如说还有人就讽刺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到底他受贿多少，其实都是耳闻。但是呢，易匡是正式的把贪污受贿真的把它给公司化了。所以呢，为什么庆记股份有限公司会这么的臭名昭著？因为老先生懂一招，要想富啊，不是先修路。要想富呢，就是大小兼收。地线运动各省都有，但是还是以几个省比较重要。比如说南方来讲就是江苏，对，江苏我们不用讲了，长三角地区，对不对？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大家找到江苏制衣局当时的照片了哈。各位你看一下江苏制衣局像不像我们的总统府？标准的哥德式建筑。各位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每一栋建筑物都是各省的士绅跟商人出钱盖的。你满清政府没钱我知道啦，你当然没钱嘛。我们出钱可以吧？结果你还告诉我你没钱，所以不能立宪，这让你还是不能接受。他第二次的理由更瞎，他说财政困难。我跟你讲他不讲还好，他一讲立宪派会更气。各省的省议会是我们出钱盖的，你还跟我说没钱，对不对？我们都愿意出钱的。我告诉各位各省的制衣局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乡绅士绅们出钱所盖的，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模仿西方的建筑。制衣局这张图其实可以很经典的呈现各省的风貌的不同了哈。对，特别帮大家去找了各省的制衣局，当然没有全部，因为每一省都有啦哈。对，那大家看了，真的是普遍史实哦。我为什么特别去拉奉天？我告诉大家，黑龙江也有，吉林也有，东三省都是新的省。最好对，左下角那个是新疆，新疆省也生出一个制衣局啊。那像福建的制衣局到今天都很多，这个建筑到今天都还在像湖北那个就很有名，前阵子马英九才去过嘛，对，现在是湖北的辛亥革命纪念馆有没有看？这个是当时革命完成的时候有没有填写18星旗啊？对，当时他们在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的时候在那边拍照，那这个就是湖北省制衣局那这个顺直省制衣局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直隶啦，它在天津的这个成立的那你看这个造型就非常的特殊很有意思那再来这个奉天呢，是这个也是地方乡绅，这一栋比较小现在据说半围起来这正在这个整修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像福建这个也改建成为好像也改建成博物馆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省特色，那像福建这就很有闽南当时士绅。所谓的闽南洋风，再结合这个中国传统建筑这种风格，这个在台湾在福建都有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闽式的这种风格但是这个在福州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省制衣局还包括它的章程什么，当时落实很难想象这么几年这么迅速的彻底，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一个观念，刚才学长提到的，为什么他们有自信说？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实施，对，因为我们会来完成后面工作，不需要你载沣来推动。这一点是立宪派跟皇权的冲突。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全新的政府，是啦，就不需要你满洲人再插手了，几乎等于是这样。皇族内阁除了说它是皇族内阁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封号更难听，叫做庆记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庆亲王嘛。为什么呢？因为庆亲王声名狼藉，以贪污受贿为当时国人所共闻而且非常讨厌他，所以他那个名单一公布之后，可以说大失所望让舆论感到非常的失望。OK， 是这个所谓的皇族内阁，我来做个补充当时呢，这个内阁的成员他有小的内阁，跟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名单这个是核心名单，13人里面大家看我们标橘色的跟黄色的，黄色就满族，蓝色是汉族，橘色呢是满族的外围，它这是一般的满族那大家来仔细看所谓的13人里面呢，9个满族当中还有5个是黄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比例有多夸张对，果然这名取得还真蛮好的这是一箩筐易罗康非常难看的易匡他贪，他的孩子更贪那这个很糟糕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易匡已经是当时满族里面第一个，他不是没有能力，但他把他的能力全部点在贪污上面了。对，他是会办点事情的我们从他跟荣禄上面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荣禄后来得罪了慈禧嘛。
基本上有点半冷冻的状态，等于被拔权哦。那奕匡呢，却能够全身而退。东郊民巷事件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可以去往前看，我们讲八国联军的时候，在那放空炮的，他也有一份啊。对，那为什么他没事？而且后来跟列强几次交涉都是他领衔啊。是那再来呢？讲到奕匡奕匡有个故事，他一箩筐啦奕匡有多贪呢清朝很多人都会贪污受贿，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的荣禄啊，或者是谁，多多少少啦比如说还有人就讽刺李鸿章嘛宰相合肥天下瘦嘛那到底他受贿多少或什么？其实都是耳闻。但是呢，奕匡是正式的把所谓的贪污受贿给怎样了？还真的把它给公司化了。在奕匡家里面呢，就摆了4个大缸，你就根据你给的金额多少，就放在不同的地方。那甚至有些人是不是包了个税两银子啊什么？因为奕匡很懂享受人生啊，他生平最爱的一件事是什么？除了呢赚钱之外呢，就是开 party。为什么？因为开 party 也可以赚钱。所以呢，他据说奕匡娶了很多小老婆啊，那当然的就常常这小老婆一下生日啊，或者呢小老婆会怀孕嘛，生小孩啊，或者他们家里面他的小孩或孙子啊什么，反正不管啦反正举逢了有任何的节庆，家里有人生日甚至有什么喜兆、祥兆，反正就开 party。那 party 一开呢就大家来了干嘛呢？进门要付钱啊！这个老先生会玩会玩，懂玩，他实在太懂玩了，他留下非常多的传说告诉大家。对，所以呢，这为什么庆记股份有限公司会这么的臭名昭著？因为老先生懂一招，对，要想富不是先修路，要想富呢，就什么都要纳入，就是大小兼收。就算你是一般的路人甲只要愿意缴钱，你也可以进去所以庆王府非常热闹，经常在张灯结彩但只能说，这个时候的满族已经腐败到不行。对奕匡来讲，清朝存不存在不重要，我的个人荣华富贵更重要。